正准备养成运动习惯的人，最该先学的就是怎么避免运动伤害。而腿后肌拉伤就是周末运动者最常见的运动伤害之一，尤其腿后肌的小拉伤，很容易跟运动后的延迟性肌肉酸痛搞混，使拉伤没有得到良好的预后，结果让疤痕组织影响到整体动力链的传递，变成推倒健康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部影片要让你知道谁是腿后肌拉伤的高风险族群，怎么预防拉伤，以及拉伤后要怎么样妥善的照顾肌肉呢？几乎每个慢性病的起点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症状开始，经过骨牌效应扩大这些小症状的影响力。而破坏肌骨系统最常见的起点就是小扭伤和小拉伤，因为不太痛，放着自己也会好，所以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些小伤去求医。日积月累下来，也会变成反复出现的慢性伤害。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也会问病人有没有旧伤，这些旧伤会产生看不到的疤痕，而这些疤痕会在无意识间改变你的动作模式。我们调查旧伤履历，就是想找到一些能和你现在症状连起来的线索，把最源头的那张骨牌拿掉，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小拉伤和小扭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症状。拉伤和扭伤最大的差别是，扭伤只会发生在不容易被拉长的韧带和关节囊，而弹性比较高的肌肉经常在切换拉长缩短的状态，才是拉伤的高风险区域。这样以后你就能知道，所谓拉伤指的是肌肉，而扭伤则是韧带和关节囊。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肌肉不是有超量修复的机制吗？这样的话，拉伤的肌肉不就应该有超量修复，越拉伤越强壮吗？先别急着下结论，今天我想好好的跟你分享拉伤和运动后的肌肉酸痛有什么不一样，而这些小拉伤又是怎么样成全身动力链的问题。肌肉拉伤和训练后的延迟性酸痛有什么不一样，又该怎么样预防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两个基础的肌动学概念。第一个就是没有肌肉是孤岛，全身的所有动作都一定有协同性，即使你非常针对性的想要练某条肌肉，一定会有其他的肌肉跟着在收缩或拉长，所以肌肉拉伤一定也会对周遭软组织产生影响。第二个就是肌肉的构造，肌肉就像是钢缆一样，是由一节一节的小肌丝组合成一束肌纤维，一束束的肌纤维再捆绑成肌肉。这种构造的肌肉拥有弹性，可以任意切换长度。而肌肉会拉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肌肉在拉长的一瞬间，承受了超过肌肉负荷的力量。和延迟性肌肉酸痛最大的不同就是，拉伤是失控的，而 DOMS 是可以透过训练来控制的。所以拉伤的常见情况有发生速度快、范围集中、程度严重，而相反的 DONS 就是发生速度慢、范围广、程度相对轻微。DONS 通常是训练隔天才发生，而且往往大多只持续48个小时，除非训练量真的很大。拉伤则是在当下会立刻感到疼痛，还会持续超过1个礼拜之久，而且拉伤的痛感造成的影响会比 DONS 严重。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反而会启动大脑的自动闪痛机制，让目标肌群渐渐失去力量。避免肌肉拉伤的方法就是让肌肉不要超过能负荷的力量和速度。你可以选择透过训练增加肌肉的负荷能力，也可以选择不运动，让肌肉永远遇不到需要高负荷的机会。我当然会建议你选择训练肌肉的强度，毕竟我们一辈子都得出力对抗地心引力，不太可能会有那种不需要肌肉力量的时机。在动作控制的领域中，每一条肌肉能发挥出多少力量，除了肌肉本身的强度之外，和肌肉处理当下的长度和速度都有决定性的关系。肌肉的力量在快速运动的时候，因为肌小节没有足够的时间搭建和重组，所以最强力量和最高速度往往是成反比，也就是说，速度越快，力量越小；速度越慢，力量越大。肌肉根据长度也可以简单分为短、中、长3种长度。肌肉长度和力量之间的关系称为 length-tension relationship。同一条肌肉在缩短和拉长的时候，力量都不如中等长度时的肌肉。这边举一个最容易拉伤而不常被注意的地方，腿后肌。你看，我们在跑步的时候，脚往前踢，准备踩下去的这时候，腘旁肌的长度最长。踩下去的那一瞬间，腘旁肌会出力支撑身体，然后开始缩短，接着把脚往后伸，进入下一个步态循环。只要需要大跨步的运动，都会让腘旁肌面临很高的拉伤风险，像是跑步、踢足球、溜冰、跳舞等等。
专业运动员因为运动强度大，受伤的风险自然比一般人还要高。但可别以为自己运动少就安全了。如果你平时的生活形态都要常常久坐，做这个姿势会让腘旁肌紧绷缩短。还记得刚刚有提到的 length tension relationship 吗？肌肉缩短也会让肌肉无力。如果你周末突然兴致勃勃的想要出门跑个步，无力的腘旁肌也会面临着高度的拉伤风险。再加上腘旁肌的肌肉特性偏爱代偿无力的臀大肌，而臀大肌刚好也是会因为久坐而引发肌肉失忆症的高风险肌肉。肌肉缩短无力加上代偿失忆的臀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大大的增加了周末运动者拉伤腘旁肌的几率。很有可能会在某次走太快，或是赶车赶捷运的时候，就把腘旁肌给拉伤了。当腘旁肌小拉伤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不会太痛，但大脑会启动自动闪痛的机制，降低腘旁肌的力量和控制能力来避免疼痛。自动闪痛带来的结果就是让腘旁肌渐渐的不参与到我们的动作中，容易造成大腿内侧像是内收大肌来代偿腘旁肌的髋后伸功能，这样内收肌就会容易紧绷。只要内收大肌过度活化，强行介入其他动作，在下楼梯或蹲下这类型的动作的时候，就会让股骨内转。股骨内转的状况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会引发足弓塌陷。这时候功能性扁平足就跑出来啦。如此一来，整个下肢动力链就开始变得一塌糊涂。问题的根源就是来自一开始的腘旁肌小拉伤而已。同样的逻辑可以用在身体任何一个部位上，这样你应该能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些小拉伤和小扭伤在短时间之内虽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长期看下来都是破坏动力链的第一张骨牌了吧？接下来要跟你讲的是重点中的重点。不管今天是拉伤还是扭伤，只要经医生诊断过后没有骨折或是其他严重的问题，在疼痛还能忍受的状态，就要开始复健运动，这样恢复的情况会比什么运动都不做还要来得好。在弄清楚肌肉拉伤的来龙去脉之后，接着要提供给你的是，不管在运动前准备或者是拉伤后的复健都非常适合的腘旁肌保养法，提高腘旁肌的适应力。第一个运动，腘旁肌拉伸。正躺，大腿抬提90度，双手抱住膝盖后侧，小腿伸直到大腿后侧紧紧的，再慢慢把小腿放下来，再伸直，再回来。因为大部分的人腘旁肌张力都比较强，这里是用启动主动肌的方式来拉伸对侧肌群。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降低肌肉张力，并且训练腿后的离心收缩。一组做12下，一天做6组。第二个运动，单脚硬举。一开始脚与肩同宽，身体旁边放一张椅子，手扶着，双脚膝盖微弯20度，屁股往后推，重心移到右脚上，右脚踩稳，身体往前倾，左脚慢慢往后伸直，最后离开地板。左手往前延伸，要特别注意，当后脚往后伸直时，身体顺势前倾，不要驼背。这动作可以训练腘旁肌、躯干和核心的力量。最后尽量与地板平行。一开始无法与地板平行的人，可以到前倾动作的一半就好。觉得腿后紧紧的，就用脚跟推地的力气，把身体推回直立的位置。一组做6下，一天做3组。因为这个动作强度比较高，可以2天做1次。全部的动作尽量都着重在髋关节弯曲的动作，不要让腰椎弯曲。如果身体很难挺起来，或是会晃来晃去，可以绑一条弹力带在肩膀与脚之间，靠弹力带的阻力挺起身体。第3个运动，滑地训练。一开始手往前扶东西，身体重量放在前脚，后脚踩毛巾往后延伸，身体前倾带动屁股往后推。这动作前脚膝盖保持轻微弯曲，感觉腿后紧紧的，疼痛要出来的时候就停，再慢慢回来。这动作是功能性训练，模仿腘旁肌的高拉伤风险动作，练习在拉长到底的时候收缩。虽然是一种拉伤演习，可以有效降低拉伤风险。3天练习1次，一次做3组，每一组做4下。其实我们受伤之后，大脑的避痛机制会让我们暂时的失去对这条肌肉的控制力。即使之后伤好了，这个失去的控制力也不会回来，而且肌肉失去控制力产生的代偿，对周遭软组织的不良影响也要远远大于这个伤本身。所以只要疼痛指数在4分以下，和你的主治医师确认可以开始复健运动后，越早开始运动，对整体的复原效果也会越好。千万不要因为怕痛就一直休息，休息到最后可能真的会整组都出问题。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安排的这3个运动跟之前提到的离心收缩运动非常像，其实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要让肌肉练习在拉长的时候仍然保有力量。只要肌肉能适应在拉长时出力，就不容易产生运动伤害。这3个运动对腘庞肌来说就像是防护罩一样，只要能把防御力点高，即使在高风险的运动下也不容易拉伤。你也可以试着用同样的逻辑设计属于自己的离心收缩训练，抛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如果有学到东西，可以帮我分享给需要的人，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